华丽换装直奔滨海湾公园，一路感慨新加坡的初印象：整洁的街道、友善的市民、复古与未来感交融的建筑。站在来福士雕塑下，感叹200年前这位远见者的规划。沿新加坡河打卡鱼尾狮经典喝水照，好甜呀，钱的味道，沾沾新加坡的财气。半天太短，却已爱上这个华人之光的新加坡。我是Sherry，下一站马来西亚新山 JB， 记得订阅关注一下哟。华丽变身了，世界大事儿带你游天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去滨海湾公园，我要去鱼尾狮那里跟他合照。为了跟他合照，所以我换了一身比较隆重的衣服，换了一个小裙子。穿 T 恤我觉得有点不太尊重新加坡，因为我个人对新加坡还是比较期待的，所以来了之后的话，我还是想多拍一拍，做一个留念吧。来之前呢，我对新加坡其实期待很高很高，就很想来看一看新加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。那来了之后呢，就发现，哎，真的很美。这个特别是老城这个区域啊，楼啊都看起来就很整洁、很干净、很新，但是实际上呢，都是以前的这种欧式的老建筑，看起来就非常异域、非常小巧，然后再加上一栋一栋的，给人感觉就是还是蛮大气的感觉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直接开到那个新加坡河里面。哦，洋气不？洋气，洋气。主要是这个车的前面的头很洋气。看这些车的话都非常干净，整个道路也是非常干净的这种。然后你基本上在这个路上你是找不到垃圾的，真的。走吧，咱们过去。其实新加坡人还是很和善的。他们对我们的话，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啊，包括我们刚刚走路啊，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只待1天就没有办网，然后我们怎么回来坐公交的话，那边就比较头疼一点。然后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迷路了，很多新加坡的这个叔叔还有老爷爷们，然后就给我们指路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啊，你要坐什么车呀？你上去要问这个司机，你就直接跟司机讲你要去哪里呀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它整个来说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包括它的地铁的线路其实很完善，很多条线路，很多种颜色。站里面啊，有点那种小复古的感觉，就旧的，但是很干净，就是这个旧中哎，透露着这种历史的沉重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新加坡这个城市我很喜欢，再加上到处都是这种绿植，如果再凉快一点就好了。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来福士，在1819年呢，来福士啊登陆了新加坡这一个小渔村。其实刚开始啊，新加坡它就是一个小渔村，还没有发展起来。但是就是因为来福士他的一个英明的抉择，他觉得这个小渔村很有潜力，他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贸易的港口。就是因为他的一些想法和远见，奠定了新加坡的一个现代化的基础。所以呢，新加坡就把来福士的雕像树立在这里，受万人敬仰。当然呢，有远见、有想法、有概念是好的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实施者，就是咱们华人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辛勤的耕作和努力的奉献，才让新加坡有更好的未来，是不是？在这个草坪上面的话，就好多人，你看还有这种组织来参观的学校的学生，然后也有游客，然后在这边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很繁华的一面，有钟楼，然后有现代的摩登大楼，然后还有那个来福士大楼。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，只要有来福士的，一定是在这个城市的 C 位。那沿着新加坡河，我们就往这边走了，跨过那个小吊桥。这个鸡的鸡毛长得好漂亮哦，它有点凶哦。新加坡河的沿岸就有很多这种雕塑，这个就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些场景。啊，你看，繁忙的商业中心，雕塑家许孝，来福士是在1819年就写到，我们要的不是领土，而是贸易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大型的商业中心。哇，这个好有远见的话哦。好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有这种华族商人，俗称头家得益最多。你看他们就是为什么是华族呢？因为它有长长的辫子，然后后面的话又有一根钩啊，这个是利夫，然后这个太重了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还得来一起。这个说是有300斤，这个说有400斤。走这个百年吊桥绕一圈啊，我们
今天的话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一一的走到太深。这边的话就是克拉克码头，到了晚上这边就是灯红酒绿，确实靠着这个河岸啊，喝啤酒，吹海风，江风啊，还是很不错的。突然想首周杰伦的歌《塞纳河畔的咖啡》，我手一杯，寻找你的美，留下纯银的嘴。马来西亚银行下面的话就还有雕塑啊，现在的话这个江风吹起来就哗哗的，老舒服了，真的。是2个不同的场景，一个是印度人，一个是华人。对，这个就是华人，因为他们有辫子啊，然后他们就是这个苦力把货物搬到车上，然后再有牛，然后把这个货物运走。而这边的话就是3个种族的人，3个老板，然后在这儿交谈生意吧。对，还是比较开心。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看到，其实英国人那个时候还是为主导，两方的话都是看着他而说话的，也是他。福莱登酒店，你看这种大的吊扇，造就的就是一种复古感。我也想说的也是，就是有些时候要回归那种最简单的。然后才是最真实的、最有味道的。The foundation stone， 建造碑啊，对，应该是一个石碑啊。来福士，它这里还有共享单车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共享单车估计有点贵。Please retire the shared bags and the new bags parking location held。啊，前面就是滨海湾公园了。哦，好多人呀，又走到这个江边河边了。它到底是海还是江还是河？现在是河。哦，我就感觉它不怎么像海呀。一会儿才是海。啊，好吧。这个就是鱼尾狮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看到的鱼尾狮是最干净的？啊，因为对，前2天刚刚维修做了清洁。因为前2天看着那个，小红书上面有游客过来，然后发，哎，我们不是要走那个鱼尾狮在对面吗？不是，等嘛，你跟着我走吧。啊，然后就有那个游客发现它是封起来了的，就说，哎，看不到鱼尾狮。结果呢？结果人家那个清洗2天。这一片的话，全是金融中心啊，全是一些银行、大企业。关键是这些楼啊，都好漂亮啊。虽然说它不是特别高，但是呢，显得还是很有科技感，很严肃，很现代啊，很有钱的样子。好，走到前面的话就是鱼尾狮了，新加坡的标志性打卡点喽。在这个位置。是不是？就在这里扎着嘴巴就喝水了呀。扎着嘴巴就喝了吗？哎，喝到了没有？来呀。什么味道呢？好甜呀，钱的味道，沾着新加坡的财气。喝到没有啊？喝到了。啊，那我再接一个财。接到没有？接也接到了，洗下手啊。接也接了，洗下手，洗下手。这个叫什么呢？新加坡为什么那么喜欢水啊？包括是要张仪上面的瀑布，包括这个鱼尾狮吐的这个水。其实呢，水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当中，它是水主财，它是管财的。那而且呢，这个新加坡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话，其实也是因为海峡，也是因为水。如果没有海峡，没有水的话，那新加坡可能发展的也没有现在那么好。所以呀，我们到新加坡一定要接水，一定要喝免费的这个发财水。其实，在新加坡来的话，就是想看来福士。在新加坡就是要来这个，虽然说有一点游客打卡的意思，有点傻傻的，但是对于新加坡来说，对于游客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志啊。今天还是能干哈，还是拍出几张那个凑得起9宫格，今天还是可以。冒火吗？那个不是常态吗？啊，
今天可以，还是选得起几张。你要下次记得哈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衣服容易这样皱起，你就要提醒我把它放下来，知道不？因为有很多照片的话，它是皱起的，就不好看。那鱼尾狮呢，也是新加坡的官方象征，它是结合了鱼的尾巴和狮子的头，象征了新加坡的海洋起源和狮城的文化。所以来新加坡的话，必到这里来打卡哦。最有趣的是，一定要试试它。刚刚我接水喝水的这一个动作，超级的有趣。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呢还有一个名字啊，它叫狮城。那这个狮城是怎么来呢？13世纪的时候，苏门答腊王子呢在海上航行的时候，飘到一个未知的岛屿，他在上面呢就发现了一个未知的动物，很神秘的动物啊，他叫它狮子啊，所以给这个岛屿呢取名叫 Singapura。那 Sing 呢就是狮子 ，Pura 就是城市，但是实际上新加坡没有狮子啊。但是这个传说的话，就延续了新加坡很美丽的故事。后面这个来福士广场也叫金沙，不叫来福啊，沙酒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是重庆人，重庆的话，在那个朝天门码头也有一个来福士广场，然后它的这个造型的话也跟这个差不多，也是这种扬帆起航，象征我们重庆扬帆起航。整个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和概念的话，就来自于这里。好，走，那打完卡的话，我们就接着到处溜溜吧。其实香港的这个不是香港，其实新加坡的这个城市我真的很喜欢。我觉得相对于景点来说，其实我更喜欢它的城市，到处走走逛逛。再加上今天不热，真的这个天气太好了，爽。小要买水吧，那小孩都在这买水。哦，这不是红牛1块吗？这个可以啊。Red Bull 买一个这个嘛。好。香草可乐3块8新币啊！天哪！那我还知道马来西亚在中国也是3块5、3块8。在马来西亚也是3块多呀。在马来西亚也是3块8，在新加坡也是3块8。这个可口可乐定价你们都是这么定的吗？就不考虑汇率这个事情？好，我们现在游完了新加坡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，还有新加坡河。那条河沿岸确实很美、很漂亮，很有欧式的这种。我们只花了多少时间？我们只花了1个小时。不到。为了广大粉丝朋友，我们牺牲一下，你把这个瓶子扔地上，看有没有警察来抓你。不，这个还是要不得的。不要有一些这个原则性的问题，还是不要去挑战，知道吧？规则就是规则，法律是不容人去触摸的。在一个国家、一个城市，一定要有规章制度，一定要有法律。其实有一些像新加坡的话，我还是有一些害怕，它的条条框框感觉比较严苛。但是呢，它怎么不走了？好，走。好，走。好，然后但是呢，其实它严苛也有严苛的好。我会发现有一点，就是比如说，真的这个东西我放在地上，它可能不会说是立马来罚我款。它的这种法律和条规的话，更多是在警示人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但是如果真的你做的太过分了的话，那该找还是要该找噻，该惩罚要惩罚。而且新加坡有条法，有条叫什么来着？责罚就是打屁股。我知道鞭刑。如果那个什么，在新加坡女性被男性强奸了哈，然后男性就要遭受鞭刑。那个鞭刑的话，不是说你妈妈打你几鞭子那个意思哦，那个是说是爸爸打几鞭子。那个一鞭下去了，好像是要休息1个月的，而且很多男性的话是接受不了的。那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：新加坡这个地方的话，他能接受同性恋吗？他能吗？好吧，新加坡即将要结束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那栋楼是哪个楼啊？它怎么感觉像没有修完一样？它就是那种缝缝补补的感觉。世界那么大，事儿带你游天下。那这期的新加坡就这样了，我们就要准备进国家美术馆去取包，顺便逛一逛国家美术馆。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，拜拜。